2025年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偷偷叹口气的地方。不是我危言耸听，是南华早报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。中国大陆正推出一整套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下一代监控工具，目标就是 Telegram 用户、VPN 用户以及所有可能不稳定的你我他。这不是阴谋论，而是刚刚在北京落幕的第12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，由公安部第3研究所亲自展示的国家级 AI 监控系统。而且不是一两个试点工具，是一整套闭环生态，涵盖聊天记录监控、社交媒体舆情预警、心理测试审讯、现场勘查辅助、警用无人机干扰、设备反间谍追踪。你没看错， AI 开始懂得谁可能犯罪了。他们用 AI 读你的淘宝、微信、B 站、知乎，甚至聊天时的潜台词。在这届展会上，有一个核心词汇反复被提及：个人极端行为，多为情报分析。公安部第3研究所表示，为了防止个人极端事件， AI 将从购物记录、搜索关键词、聊天内容、社交行为、关注列表等多个维度，提早识别高风险人员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：你买了把刀，查了 VPN， 看了香港新闻，抱怨了一句领导，在知乎说了想润，都可能触发 AI 模型的风险预警。这不是想象，而是已经落地的技术。该系统背后的技术提供商是苏州雨林科技，他们用自己的开源平台 DeFi 开发了监控 AI 代理，类似 ChatGPT 的系统，但它不是用来帮你写作业，是用来分析你是否可控的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套系统不是在你犯罪之后才开始运作，而是提前判断你有没有可能犯罪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理由很简单，安全。去年11月，珠海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袭击案，62岁的樊某开车撞人，造成35死43伤。官方很快处决了他，却也让整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极端的反恐状态。于是公安部高调出手，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用 AI 系统提前发现潜在的极端个体。所以他们的系统会监控哪些内容？所有用中国手机号注册的 Telegram 账户实名制手机号，购物平台上的购买记录，所有主流社交平台上的帖子和评论，搜索记录，包括但不限于 VPN、润学、香港、移民、加密聊天行为、翻墙行为，甚至 AI 模型无法解释的异常沉默行为。你是不是觉得这像黑镜？不好意思，这不是科幻剧，而是已经展出的现实。据官方研究机构透露，他们目前已经收集了301条 Telegram 消息，监控了7000万个 Telegram 账户，追踪了39万个公开频道和群组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数据直接来自中国用户的实名手机号。是的，你以为注册了 Telegram 就安全了？只要是中国手机号 ，AI 都能进来。你以为翻个墙就能自由点？在这次展会中，来自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展示了可以侦测 VPN 行为的系统。它不靠抓包，不靠监听，而是识别流量特征，抓取用户行为异常点，再交给 AI 建模分析。一旦你打开 VPN 登录外网，系统就会自动标记，并同步到执法后台。你刷个 Twitter， 发个 Telegram， 点开 YouTube， 在他们的眼里，你就不再是普通人。而这些企业还很骄傲地表示，我们的 AI 可以比传统技术快2倍识别潜在风险用户，在他们走向极端前及时阻断。你可能什么都没做错，但你不够正常，不够合群。这些展会还有一条标语让人不寒而栗：没有网络安全，就没有国家安全。一句话就把国家安全和你的一举一动捆绑在了一起。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 AI 全天候看着你，不仅是社交媒体，还有
AI 辅助手机取证工具，即便你加密了手机，也能突破查看。AI 现场勘查分析系统模拟案件现场，迅速重建嫌疑人路径。AI 心理测试审讯系统用大模型自动分析嫌疑人表情和用词。AI 设备管理系统监控所有警用设备的网络行为，避免有人泄密。甚至还有设备能检测是否非法处理涉密信息，用 AI 看穿每一个操作背后的动机。这不是你能随便进的展会，所有参观者必须提前扫码申请，提交身份证和真实姓名，通过后台审核才可入场。进入现场后，有展商要求必须出示景观证件，才可拍摄产品照片。某些展台连说明书都不让你看，只有执法人员可以领取。现场布置的像个数字化军事基地，冷色调灯光，黑科技装备，全程摄像头跟拍，保安严阵以待。你以为这是反恐演练？不，这是一场展示未来如何全面治理的展览。而主角不是你，是你未来的监控者。你以为警用 AI 只是小公司搞的？不，他们不过是尖兵，真正站在背后的是中国最顶级的科技巨头。华为展示了多款公安专用模型，强调低功耗、全天候、高稳定性。海康威视推出 AI 摄像头，能识别人脸、步态、表情，即使你戴口罩也能识别身份。科大讯飞重点展示 AI 语音分析系统，不仅能识别方言口音，还能判断语气、意图、情绪变化，辅助审讯过程。这些企业在民用市场或许名声响亮，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，他们早已成为数字统治的基石。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，科技企业的国家化趋势加速。华为失去了美国芯片，但在警用 AI 赛道却拿到了国家级订单。服务国家战略成了他们的生存路径，而你成了他们 AI 系统的训练素材。为了加速技术部署，去年中国政府修改了保守国家秘密法，并在9月正式实施涉密产品创新激励办法。这套激励机制赤裸裸地告诉全体开发者，只要你能开发出能保密、能监控、能抓人、能识别异常的工具，国家就奖。奖励什么？资金支持，政府采购优先权，职称晋升，政协、人大代表推荐。开发出高性能的 AI 警务设备，不再只是技术成果，而是政治成就。这意味着中国的 AI 工程师正被直接拉入维稳系统的核心，变成国家控制机器的一环。最令人恐惧的是，在 AI 的眼里，你不是发生才危险，你沉默也可能是高风险用户。在公安3所的 AI 训练模型中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异常行为建模。它不是识别你说了什么，而是识别你不说什么。比如，一个用户长期浏览润学内容，但从不评论、不点赞、不转发；一个用户每天上线 Telegram 2小时，却从不发言；一个用户在微博上删除了所有旧帖，只保留一张全黑的背景图。这些行为都可能被 AI 标记为潜在预谋者，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，越沉默，越有可能在筹备什么。这不是臆测，而是公安展台上明确展示的行为画像生成机制内容。他们不需要证据，他们只需要模型预测。过去，国家机器的运作还需要人，需要经验判断、法律审查、程序审理。现在，他们说 AI 更高效，因为 AI 不会迟到，不会同情，不会害怕。它每天分析上亿条数据，毫不疲惫。它能从你半年前的购物记录、3个月前的朋友圈、昨天夜里的搜索关键词里找到危险因子。它不会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它只负责标记你潜在威胁。你可能还没开始做什么，它已经将你的行为上传给后台数据库，等待处理。而这一切发生时，你毫无知觉。
一家公司在展会上展示的智能审讯系统甚至声称，我们的 AI 可以通过语义分析加面部表情加音调变化，预测嫌疑人说谎概率，并自动生成问话建议。他们的目标是用 AI 击穿心理防线。这不再是审讯，这是情绪工程。把一个人的恐惧、紧张、犹豫不决用算法还原成图谱，再用自动化问题一步步压迫你，直到你崩溃。你想反抗？不好意思，连你想藏的表情肌也已经被 AI 捕捉。你以为集权靠的是宣传、军队、权力斗争？不，新时代的集权靠的是模型、算法、API 接口、数据标注源、GPU 算力、语义分析引擎和私有化数据湖。过去控制你的人是审查员、警察、网管，现在控制你的是一台台 GPU 服务器，一行行 Python 代码，一个个模型迭代日志。你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官员，而是一个不会犯错的 AI， 一个冷酷精准的治理系统。你无法说服他，无法质问他，也无法申诉他的决策，因为他没有人性，但他有权利。而你只是那300亿条数据中的一条。到今天，中国的警务 AI 系统已经监控7000万个 Telegram 账号，收集300亿条聊天记录，报告39万个活跃高危群组，联合数十家 AI 企业、公安机构、大模型开发平台，打造全闭环监控链路，正在训练下一代社会稳定指数预测模型，用于地方维稳预警系统。而这背后是数亿中国网民在每天无意识的自我投问。你的一次搜索、一条点赞、一个评论、一个用 VPN 打开外网的瞬间，都会成为模型参数中的一个特征点。我们正在用自己的生活、情绪、冲动、反思，训练一个将来可能毁掉我们的系统。也许你还觉得自己没说过什么出格的话，也许你以为只要自律一点就可以平安无事，也许你觉得国家强大点也没什么不好。但请记住，集权的真正恐怖不是它控制了你说什么，而是它控制了你想什么。当异常沉默都被视为犯罪前兆，当翻墙就足以让你被 AI 盯上，当刷淘宝也能成为危险信号，你以为你是自由人，其实你早已是一个被编号的变量。欢迎来到2025年，一个你无法悄悄叹气的世界。